可以直接进入主题。为什么说越来越多学生会开始在学业上面摆烂？那么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视频，我是一斌。那么讲到摆烂，其实它的本身意思就是某个人在一个过程，就是他在进行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突然间受到了一个高强度的打击，然后导致某人的这个信心会大幅度降低，从而对某个东西会失去原本的期望。其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多摆烂的事情？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2个点，其中一个点呢，就是他们的一开始的这一个自信心，其实并没有很高，因为只有你有信心了，你才会想着去做某个事情，你会想着去让一件事情发展变到最成功。可是如果你一开始缺乏了应有的信心，那么如果你在过程受到了一个打击，你就会开始想放弃。我选择放弃。你会觉得这个事情远比你想象中的难，远比你想象中不容易去做，不容易去完成，所以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摆烂行为，也就是讲放弃，然后让这个结果继续变得腐败，继续变得坏，然后自己就坐视不理，就不管它。所以第一个就是因为你的自信心不足，会导致摆烂的行为会越来越多。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比较陌生的同辈压力。什么是同辈压力？就是讲你的这一个本身的行为，或者是你的言行举止，会被你另外一群朋友影响，这个就叫做同辈行为。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讲，可能你一开始是一个善良，而且成绩很优秀，然后又很文静的人，然后身边大家其实都很喜欢你，可是如果你上到了可能是中学啊，如果是更高层次的年纪啊，你会面对的这个难题会越来越多，然后导致你会没有这个心思去专注在其余的小事情上，你可能会突然不小心的去和一些有坏习惯或者是言行举止比较坏的朋友去相处，然后时间久了，你的这一个言行举止或者是行动也会随着他们去改变，因为你给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不跟着他们的这个方法去做，你就会不合群。时间越长，你这一个自身这个态度的改变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你的态度和你结交的那一些有坏习惯的朋友一样，也就是讲你之前的影子已经不见了，造就了现在恶劣的自己。所以同辈压力也是会非常影响自身。就例如来讲啊，你的朋友可能很喜欢打游戏，可是你不喜欢，说打游戏会有什么影响呢？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如果是沉迷，它就会间接性的影响你的学业咯，因为你没有这个专注力去专注在你的学业了嘛，所以你可能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开始沉迷于游戏，所以最后会影响你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摆烂行为。可是这个摆烂是隐藏的，它不是比较明显去显示给自己看的。你的这个习惯，你的这个言行举止也会被别人影响，导致你对学业的这个期望会越来越低，所以你会开始摆烂。所以这2个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当代学生会越来越开始在这个学习上放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也结交好一点的朋友，又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提高自己的自信心。怎样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呢？我们可以看多一点那种激励影片，看那种演讲师怎样去激励别人，又或者是可以找心灵辅导，去给自己的人生一点指引的路段。当然，其实你一开始的信心就已经很满足了，可能是因为某种外界因素会导致你的信心越来越低，这个其实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克服了，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高，比之前损失的还要赚更多。然后影片大概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我走了哈。